位乡亲，今天来聊一段有够戏剧化的台湾当代史，那就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。这出戏啊，根本是台湾政治圈的起源故事，剧情狗血程度爆表，转折多到比本土剧还夸张，包准你看完直呼哪尼。时间拉回1979年12月10日，南台湾的高雄，一群办美丽岛杂志的党外人士搞了一场游行，结果直接演变成严重流血冲突。刚接班不到1年的蒋经国气到差点拍碎桌子，通通给我抓起来！重点来咯，领头的8位大咖直接被扣上叛乱罪大帽子，通通送进监狱吃免遣返。失明的最惨，被判无期徒刑。但最魔幻的来了，帮他们辩护的15人律师团里面，就有后来当总统的陈水扁，还有谢长廷、苏贞昌等人，他们竟然因此一脚踏进政坛，人生直接大转弯，从法界精英变政治大咖。这什么神剧本，根本是转职成功的最佳范例。时间修一下，来到1980年2月28日，对，就是当时敏感的228纪念日。美丽岛8位主角要接受军法大审，这可是台湾史上第一次公开军事审判哦。结果开庭前发生超惊悚灭门血案，被告之一林义雄的家被血洗，妈妈和一对双胞胎女儿惨死，全台吓到吃手，大家都怀疑是杀鸡儆猴的政治操作，想到就毛骨悚然。当天法庭挤爆，海内外记者都来盯场。蒋经国本想用公开审判秀一下民主进步，结果党外律师团根本把法庭当个人直播间。然后审判内容被报纸一字不漏登出来，原本对党外不爽的人，看完报纸竟然转粉了。军法审判秒变民主理念大型说明会，国民党大概傻眼到下巴掉下来。紧接着重头戏登场，15个菜鸟辩护律师成为政坛最强练习生天团。陈水扁当年才29岁，小菜鸟一枚，是因为老婆吴淑珍的关系才加入律师团。初登演讲还卡壳，被形容老实又木讷。谢长廷、林正杰同梯的啦，后来跟阿扁组党外3剑客。我们到那个国父纪念馆去，然后发动群众，事实上我们就是群众造势。那出来的时候围了好多人，都被抬起来的。最催泪的来了，家属披挂上阵选立委，老公被关，老婆出来拼。方素敏、林义雄的妻子根本不用讲话，上台深深一鞠躬，全场几万人瞬间哭成一片，民众感动到把钞票狂丢上宣传小卡车，这应援方式太魔幻了吧！这简直就是法庭变秀场，悲情家属成了最强催票机。到了1980年底选举，美丽岛家属加上律师团，几乎全雷打高票当选，国民党的威权铁幕硬是被撞出一个大裂缝。一场高雄的游行像丢进湖面的巨石，激起千层浪。菜鸟律师变政坛巨星，悲情家属成选举王牌，连蒋经国都被迫改变策略，开始选拔台籍精英进入最高领导层。没错，就是你等会儿。然而呢，整段历史有了一个最耐人寻味的结尾。当民进党从街头抗议变身执政党，在如今满大街下架民进党的抗议中，拿起了当年国民党的威权大棒，对在野党进行大罢免。